2013年，一个被父母视为心肝宝贝的孩子，被发现死在距离他最后被看到的地方33公里外的一条河域。这起事件非常令人悲伤和心痛。失去一个孩子，对父母来说是一次艰难而充满痛苦的经历，他们可能永远都无法从深深的失落和难以愈合的创伤里走出来。欢迎各位来到 NPC 频道，今天就让我来给各位讲述饶振中失踪事件。2013年1月16日星期三，这一天，因为7岁的长子当上了班长，父亲饶国刚便带着小儿子饶振中、妻子吴莹莹以及1岁多的女儿到蒲仲的一间餐厅庆祝。吃饱后，饶国刚便开车载着一家人四处兜风。不久，吴莹莹说想到电器店买洗衣机，饶国刚便把车开到布特拉高原的一家电器店。之后，吴莹莹独自下车进入了店里，留下孩子和丈夫在车上等待。等着，饶国刚见妻子久久未从店里出来，便下车抽根烟。下车前，他还不忘吩咐长子一定要看好弟妹，绝对不能离开车子，也不能随便开门让其他人上车。这时，饶国刚碰巧遇见一个朋友，两人聊了一会就道别了。过后，他并没有回到车上，而是直接走进店里找妻子。原本3兄妹留在车上好好的，妹妹却突然开始哭闹，不管哥哥怎样哄她都没用。于是小振中决定去找母亲，而这也是哥哥最后一次见到小振中了。他下车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？没人知道，小振中就此失踪了。几分钟后，夫妻俩回到车上准备开车时，哥哥告知父母弟弟还没回来，他们这才发现小振中没在车上。夫妻俩立即到电器店寻找，但却没找到小振中，到附近的街道找，也没有儿子的踪影。于是饶国刚要求电器店查看闭路电视，希望可以找到一些线索。然而很不幸，因为角度和光线的原因导致画面模糊，最终闭路电视并没能拍到孩子的行踪。夫妻俩早已焦急得不知所措，继续到处寻找儿子不果后，饶国刚决定马上报警，并召开记者会，寻求各界人士帮忙。饶振中6岁，身高大约70公分，左边额头有一道伤疤，是他学骑自行车意外跌倒造成的。媒体记者把小振中的这些外貌特征大肆报道。第二天，所有的报刊、电台和电视都在报道小振中的失踪案。同时，警方也成立了一个5人小组，专门调查小振中的案件。他们出动了大批警力来进行地毯式搜查，以确保不错过任何可疑的线索。不但如此，警方也尝试让警犬来追踪小振中的气味，可惜的是，警犬只能够追踪距离饶国刚的车大约200米的范围，再远就不行了。小振中到了此刻就仿佛消失在了空气一般。小振中的失踪案顿时轰动了全国，各州官员和政治人物都高度重视案件的发展，热心的民众自发组成搜索队伍，在大街小巷张贴以及派发寻人海报，大小商家、超市、计程车都主动把海报贴在显眼的位置，大家都为小振中的安危感到担忧。日子一天一天过，饶国刚决定悬赏9万令吉，以换取可以找回儿子的线索。他的心里很清楚，随着时间流逝，找回儿子的希望就越渺茫。1个星期过去了，小振中依然还没回家。夫妻俩在这期间遭到了源源不绝的责备和谩骂，受尽了精神上的压力。更令他们煎熬的便是那些传得沸沸扬扬的流言，有的说小振中已经被卖到了国外，有的竟然说小振中被邪教掳走了。夫妻俩听到这些流言蜚语，肯定感到揪心啊。令人愤怒的是，居然还有人企图浑水摸鱼，声称小振中被绑架了，想要勒索夫妻俩一笔钱。2013年1月24日的傍晚6点30分左右，一名渔夫在洗刷船只的时候，突然发现一具尸体从上流飘来，这可吓坏了他。稍微冷静后，发现竟是一具男孩的尸体，渔夫赶紧报了警。警方在大约7点就赶到现场，尸体被发现的地点是在巴生河下游的西列河。据了解，那个区域附近住着大约3000名住户，传闻那里附近的码头有很多非法走私的勾当，但这也只不过是传闻。附近的居民表示，其实他们大多数都是以捕鱼为生。
西列河距离小镇中失踪的地点大约33公里，相信你们也会跟我有一样的疑问，为什么小镇中的尸体会出现在距离那么远的地方呢？究竟当晚他经历了什么？该渔夫表示，他相信尸体是从远处飘来的，但应该不是从吉隆坡的方向，因为那里的河域的水面上太多障碍物。在他看来，尸体最有可能是从舒邦又或者普种的河域飘过来的。他认为尸体绝对不可能是被凶手在附近弃尸，因为没有泡过水的尸体是不会浮在水面上的，一般需要浸泡了2-3天才会浮出水面。尽管他之前也见过不少浮尸，但小孩的尸体还是第一次发现。见证人员在晚上9点30分才来到现场搜证，尸体被捞上来的时候，由于长时间浸泡在水里，死者的面孔已经肿胀得难以辨认。根据尸体的腐烂程度来推断，死者应该已经死了最少5至6天，相信再过1-2天，尸体就会消失在海里。检查尸体时发现，死者双眼已经不见了，可能是被鱼类给吃掉了。死者的身上没有严重的外伤，但后脑勺有伤痕，暂时不能确定是否在漂流的过程弄伤，还是被人以硬物攻击造成的。当天的半夜12点30分，饶国刚和吴莹莹从马六甲赶到巴生中央医院的太平间。第一次认尸时，基于尸体身上布满泥泞，夫妻俩没法认出死者的身份。当时警方的初步调查显示，死者有75%跟小镇中相似。第二天1月25日的早上11点，饶氏夫妇再次随同警方进入殓房2度认尸。这次医务人员已将死者身上的泥泞清洗干净。吴莹莹仍然拒绝承认死者的身份，不过饶国刚夫妇最后还是以死者的短裤、内裤以及额头的伤疤确认这具尸体就是他们一直苦苦寻找的儿子。后来的 DNA 报告也证实死者就是小镇中。小镇中是如何遇害的呢？小镇中的哥哥表示，当时在车上，妹妹的哭声太大声了，他不知道外面有没有车经过，又或者是否有任何叫喊声。整个过程中，没有人前来敲打车窗，或者企图打开车门。小镇中下车后的2分钟，父母便回到了车上。要知道，布特拉高原是没有河流的，最靠近也要到五吉兰宗才有一条河。可是这个地方距离小镇中的失踪地点也有2-3公里那么远，年仅6岁的小镇中是否有能力独自徒步走到3公里外的地方，然后失足身亡呢？就在警方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，小镇中的祖母向警方透露，小镇中生前曾经被父亲虐待。难道说小镇中的死跟饶国刚有关系？警方还没来得及调查这条线索，祖母却忽然改变了供词，并极力否认饶国刚虐待孩子。随后警方推测，小镇中失踪后被掳到布特拉高原3公里外的五吉兰宗的一个印尼村禁锢，结果在那里遭到杀害，最后被弃尸到河里，然后一直冲到西列河。而小镇中被杀害的原因很可能是因为案件被媒体大肆报道，从而激怒了绑匪，进而杀人灭口。警方的这个推断看似很合理，直到验尸庭的最终报告出炉，验尸官裁决小镇中的死是因为意外事故，死者是失足掉入沟渠，头部受到重创而死，当中并没有涉及任何刑事成分，不过不排除是父母疏忽而导致死者身亡。整个审讯期间，共有2个被怀疑是小镇中失足跌入的沟渠，由于第一个沟渠没有积水，加上没人能够确认该沟渠是否盖上铁盖，法庭决定排除第一个沟渠。至于第2个沟渠，虽然距离父母停车的地方大约100米，但由于这个沟渠离地面高10尺，四周铺满石灰，而且没有证据表明小镇中不可能掉入此沟渠，因此法庭裁定第2个沟渠为出事地点。在小镇中的丧礼上，父母泪流不止，就因为一个疏忽，小镇中就永远的离开了。母亲目睹爱儿灵柜火化的那一刻，不禁悲从中来，并哭诉道：“阿忠，不要走！”悲痛欲绝的祖母由小镇中的叔叔搀扶着，一度跪哭在灵堂前。故事到这里就已经说完了。这起悲剧已经发生了超过10年，相信小镇中的父母对于儿子的遭遇依然历历在目，难以释怀，希望他们能够勇敢和坚强地面对以后的人生。这期视频就到这里，喜欢的朋友麻烦动动手指点个赞，我们下期再见。